我是布里，每周与你分享一本改变人生的好书。今天要分享《原子习惯》，让你技巧性的养成所有好习惯。我看过非常多人拍这本书的解析，都整理得非常好。他们带你读懂这本书，给你的生活很多的启发。但如果你看了那些影片，却没有在生活中实践，为什么啊？因为原子习惯分享的这套理论已经让我养成所有我想要养成的好习惯了，所以这支说书影片会比较不一样一点。我会跟你分享要如何养成一个好习惯，透过分享我的真实案例，影片最后的实践模板，我还甚至在 Discord 开了一个习惯怪物的互动区，让大家可以透过群众的力量一起养成一个好习惯。最后，如果你完全没有看过别人分享原子习惯，也不用太担心，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将需要的知识补充给你。这部影片我想拿我自己养成阅读习惯的真实案例作为整个影片的主轴，详细与你分享养成习惯的4个阶段：提示、渴望、回应、奖赏。第一个阶段，提示。如果你有逛过 IKEA， 你会发现同一个产品会出现很多次。当你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你每看到它一次，你就会心动一次，最后你买下它的几率就会非常高。为了养成阅读习惯，让书显而易见，就是养成这个好习惯的第一步。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件事情，让这本书出现在最显眼的地方，而且绝对不把它收起来。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买苹果回家，并在冰箱的下层，结果发现的时候已经坏得不像水果了。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接受的资讯真的太多了，有时候根本不是不想做，而是忘了做。所以把书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可以随时都提醒着我有一个阅读习惯。养成习惯的第二个阶段，渴望。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渴望某些事情？因为我们预期这些事情可以带给我们正面的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渴望过去碰炉台上的锅子？我有，我也真的去做了，当时就被烫了一个小水泡。我回应了我的渴望，奖赏却是负面的感受。你觉得我这辈子还会去碰它吗？不会。所以养成好习惯的必要因素之一，就是让这个习惯能够吸引你，让你在接收提示之后会渴望去做这件事情。面对我的阅读习惯，我用这2招技巧性的让我渴望它。BJ 佛格为习惯计划的习惯堆叠，以及心理学理论普世原则的一种应用，习惯捆绑。在我每天早上刷完牙之后进行阅读习惯，当我习惯这个流程之后，如果我刷完牙没有读点书，反而就有点怪怪的。在我阅读结束之后，我捆绑了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情，吃早餐，让阅读这件事情连接想吃早餐这个渴望的情感。但我必须老实跟你说，渴望只是在养成初期习惯的时候，能够技巧性的提升这个成功率。当我们同一件事情做了好几年之后，一定会感到非常枯燥。但业余跟专业的最大区别，就是专业即使知道这件事情再无聊，也会尽全力的去完成它。养成习惯的第3个阶段，回应。因为习惯显而易见，所以书一直都在很明显的地方提醒着我要去读书。因为习惯堆叠，我刷牙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读书。因为习惯捆绑，所以肚子饿的我对读书有了更强大的欲望。现在我们做出了回应，读书。在刚开始养成这个习惯时，我们可以善用书中的2分钟原则，让执行这个习惯轻而易举。没错，就是2分钟的阅读，每天2分钟的阅读会塑造我一个身份认同。我是一个会读书的人。你知道，让一个人养成新的习惯或是改变原有的行为，有3个层次：改变结果、改变过程、改变身份认同。改变结果是你看见的那些成果，饱读诗书、瘦身成功、赚大钱等。因为大家都看见了这些成功，所以试图想要改变过程，让自己也能享受到这些成果。所以开始逼自己读书啊，逼自己去运动，逼自己去学习投资什么的。但你很痛苦，因为这并不符合你的人格设定。加上今天用努力坚持了这些习惯之后，你也没有得到立即的奖赏，没有觉得自己变聪明，没有变瘦，也没有变得更有钱。所以养成一个好习惯，不是从改变过程开始，而是从身份认同开始。什么是身份认同？你的信念、世界观、自我价值。你认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希望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人？当我妈问我为什么要每天读书，我如果只是跟她说，因为我想要养成这个习惯，或是我想要变聪明，这就只是试图在改变这个过程。所以不如这么说，因为我是个有阅读习惯的人。每次当我把这句话说出来时，我甚至会更加认同这个信念。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昨天因为有事，所以中断了这个习惯，该怎么办？我跟你说，这就是好习惯最美妙的地方。好习惯不是那种需要追求完美，习惯是那种讲求重复执行，是一场超级远的马拉松。所以中断一天又怎么样？就算我今天晚上刷牙刷掉马桶刷不到牙，我明天还是会刷牙，因为我是注重牙床健康的人。所以回到重点，当时我在养成阅读习惯时，第1个月我真的就扎扎实实的每天读2分钟的书。这个2分钟法则是回应的 Level 1，回应总共有5个关卡，我会独立做一个影片出来，分享如何策略性的提升关卡的难度，提升习惯的质量。这个我们放到之后再说。如果你看到这里，辛苦了，恭喜你看完了影片的一半。我知道这不是一部爽片，但这部影片有可能就会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所以让我们一起喘口气。
一起把这影片看完吧。第4个阶段，奖赏。书中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好习惯这么难养成，但是坏习惯改都改不掉。我来念一下《原子习惯》214页的一段话：坏习惯的立即结果让人感觉很棒，终极结果却会让人感觉很糟。好习惯则是相反，立即的结果不怎么让人享受，最终结果却会让人感觉很好。好习惯的代价在当下，坏习惯的代价在未来。你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如果好习惯在最终都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好，那为什么我们就是做不到？想想我们的祖先每天都在烦恼下一餐要吃什么，能不能活过今天，所有的决策都会得到立即的反馈，是直到约莫500年前，这种延迟反馈的社会形态才开始有了雏形。所以我们的大脑还来不及适应这样子的变化，坏习惯才会如此猖獗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好习惯有一个正向的立即结果，让我们在做完之后觉得好棒！书中提供2个方法帮助我们建立立即奖赏：习惯追踪器跟习惯契约。第一个习惯追踪器其实就是你每天执行习惯之后，用 App、月历或是你自制的追踪工具打一个大勾勾，这个勾勾是有形的立即奖赏，不要小看这个勾勾，它会带给你一点点的成就感。第2个习惯契约，习惯契约是你跟朋友约定好，如果你中断了这个习惯，就要得到什么惩罚。我们的 Discord 群会定期举办习惯契约的活动，当你在习惯怪物签下原子契约时，你必须遵守这3条约定。第1个，连续执行习惯30天；第2个，每天执行2分钟；第3个，如果中断1天，你要捐出几本原子习惯。在每期原子契约结束之后，我们会提供汇款地址，让中途有间断的你计算中断的次数，乘上要捐出的书本数，会等值的金额给我们。我们会在 YouTube 开直播，抽出这些书的幸运儿。我不开玩笑，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契约。但是如果你担心你的自制力不够，欢迎你来挑战。但回过头来，对我来说，好习惯的奖赏就是过程本身，因为好习惯就是在投资时间，让自己成为更好的样子。阅读可以让我学习作者的人生经验，不断打破我的无知。也因为每天执行，所以我非常清楚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但如果你在养成习惯的初期需要一些小技巧，那习惯追踪器跟习惯契约将会是个不错的想法。现在我要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好习惯是5年前的你下定决心要养成，而现在你还持续在做，你希望这是什么好习惯？我希望你根据这个格式回复这个影片的置顶留言，留下你想要养成的好习惯。在养成的第1个月，不要急于看到成效，连续30天，让这个习惯显而易见，让它跟旧习惯叠在一起，扎扎实实的套用2分钟法则，并透过习惯追踪器记录你的习惯。1个月之后再回来分享你的收获。如果你身边也有个朋友想要养成好习惯，请把这个影片转发给他，或许你的一个小举动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我是布里，我们下本书见，拜拜，拜拜，拜拜。